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杨紫诚意沉香如谢欢瑞收款 3.3 亿元，最后一笔款时隔1年在优酷结清。欢瑞世纪2022年年报日前发布，实现营业收入 5.96 亿元，同比增长 53.73%，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795.06 万元，扣除非母公司净利润存量费用 6168.83 万元，同比扭亏为盈。翻看这份2022年年报，发现优酷的沉香如谢欢瑞拿到了 3.3 亿的酬金，同时还发现原来沉香如面包蟹已经播完，而优酷并没有为该剧1年后的片尾付费。业内人士表示，好剧会及时收官，比如青春如歌、星星殿堂等。从这一点来看，陈翔发挥的不是很好。从开场 5.6 分到 5.8 再到 5.9， 杨紫诚意的沉香如碎屑口碑提升了 0.1 分，打分人数从30万多增长到40万多。所以这部剧终于能过了吗？先是璀璨星寒，再是苍兰诀，或许杨紫真的应该拒绝参演这部剧。就算是自己公司要求的，既然已经拒绝了2次，说明他打心底里不喜欢这个剧本，所以最后参演后呈现出来的演技也不是很好。从星级分布来看，1星到5星还算平均，就是喜欢和不喜欢各占一半，属于平庸之作。据说杨紫诚意主演的沉香木蟹在泰国非常受欢迎，播放量甚至超过了泰国本土节目，位居同期榜首。但为何在国内遭遇不合格的口碑，甚至2极分化的讨论？这是因为像这种古装奇幻或者玄幻类的电视剧在国内已经很内向了，尤其是资本为了利益最大化，早已有了一整套木偶剧框架，这让他们停止了思考和创新，随便找几个流量明星赚取短期利润，这也导致了观众的审美欣赏严重疲劳。杨紫和诚意凭借沉香如渣豆瓣评分 5.9， 豆瓣给你面子，不然沉香如渣才10集就给你打分了。很多人都明白，这种12万多人的收视率是客观观众的口碑，有黑子有扇子，早已经对冲了。于是豆瓣给了沉香如谢一个台阶。当然，这件事情有可原，古木偶剧和仙侠剧太多了，大家可能为了收视率互相吐槽，这也增加了好电视剧的浮出水面的成本。但是很明显，沉香木片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做好，比如感情戏，比如武打戏，比如一些演员的演技。但我还是很佩服他们的勇气。现在木偶戏比赛这么激烈，他们也敢出手。粉丝纷纷表示陈翔播得很好，没想到播了1年才结清尾款。陈翔的评价并不准确，那个时候这么多黑子拿到1分，然后就被锁定了。广播不好，仙侠剧每次播出都会被比较吗？琉璃也一样吧。尾款稍后到期，而陈翔直到10月才完成热播，1年左右支付尾款是正常的。合同要求保证金，一般在验收1年后必须完成付款，基本上常识。杨紫和诚意的沉香如谢豆瓣评分 5.9 分，剧迷表示黑粉比剧粉还辛苦。很多剧粉觉得打分太麻烦，最后的评分可能会被拉低，但这不影响下次看到这个明星主演的其他剧，我还是会有想看的欲望。真的瓷嘴巴是从一部作品到另一部作品积累起来的，是一场让观众陪你哭陪你笑的感人表演。真正的观众看到烂剧会不会给差评？不，大部分人只是因为不想看而已，所以这个 5.9 分算是推崇了。不过业内人士表示，好播的剧都会适时收官，比如青春如歌、星坠凝成糖，所以沉香木片还是不太好看。英雄传程怡红官服路透，包山恩长得好美，郑业成射箭好帅。诚意目前正在拍摄古装武侠剧《群侠传》，该剧汇集了李一桐、郑业成、王千源等众多观众耳熟能详的专业演员。原著中的几位主要人物也是看点十足，尤其是诚意饰演的男主角陆云，文武双全，魅力十足。首先是程怡的一套红色官服，他饰演的男主陆云是一代儒家好汉，又是朝廷状元，所以会有很多入世的情节。红色的官服衬托出他尊贵的气质和白皙的皮肤。后面还有李一桐饰演的女主顾千玺，2人同框真是养眼，就像婚后的幸福夫妻。还有一张男女主同框的拥抱图，
站着对视，十分大气。剧组的布景古韵十足，就这么静静地站着，可想而知这部正片有多吸睛。还有一套当官后的白色制服，右边是一套帅气的黑色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被程毅牢牢把握住了。他在这部剧中的发型真的很好看，高高的马尾干净利落，能把五官全都露出来。然后是程毅和王千源的同框图，王千源饰演的角色是原著4大男主之一的吴定元。吴定元曾是西凉猎头，后任正统军都督。英雄虽是男武侠，但这部剧中的女性角色也可以说是百花齐放，颜值高。近日男主之程毅和鲍善恩的同框照十分吸睛。鲍善恩饰演银川公主，角色设定未单相思。程毅身穿铠甲保护公主，太感慨了。鲍善恩的公主长相很有质感，华丽精致，在程毅的衬托下娇艳如花。等正剧播出后，估计陆云和银川公主会很火。鲍善恩的银川公主造型，第一眼看去真的很惊艳，华丽美丽的花冠头饰应该是精致的，表冠两侧有流苏，与妆容相得益彰。衣服有很多层，颜色也很搭配。陈意涵的戏配程毅吧，她之前演过《莲花楼》，演过《群侠传》里的娟儿。虽然名字听起来很普通，但造型却非常精致漂亮，像是来自异域的小公主，两边的头发上都编了五颜六色的发饰，这在古装剧中是少见的造型。最后还有另一位男神郑业成的路透，他饰演的杨素官性格非常复杂，正邪兼备，武功高强。目前看郑业成的路透，真的很有英雄的感觉。他本来就是京剧学武生，能演这么大型的武侠剧，实在是太合适不过了。39集大剧杀青，王劲松、俞灏明两大巨星加盟，主旋律方向的作品尤其受到新生代的欢迎。剧本里的少男少女角色实在是不能让那些有实力，而年龄稍大的前辈只能交给圈内不成熟的新人。幸运的是，新一代也颇具竞争力。启航之风起时吴磊、侯明昊诠释了创业的激情，一个勇敢，一个可爱内敛。小闯和裴清华性格互补，胡同赵露思关晓彤明白两个时代的不同，天早热血沸腾，林月美丽温柔，双叶在线。之后几乎年年都有一部好剧立项上映，如今23年已经进入4月，积压许久的大剧终于迎来更名定档的好消息。战火中的青春清华开播，多位老牌演员加盟，俞灏明形象大变。能够将开播地点定在清华大学战火青春，从一开始就不同于一般的剧集。为了严谨的剧情台词，剧组打磨了整整6年的剧本，真正做到了慢工出细活。演员阵容终于确定下来，拍摄过程中经历了9次大转场，历时130天，终于拍完所有内容。19年开拍，原定最晚22年开播，同年余生。第一次被拦截后，他于3月22日赶赴星空。但由于历史原因，该剧曾多次改版，再加上后期精编，一拖再拖，直到今年才和大家见面。好在吃好饭不怕迟到。从预告片的质量来看，该剧并没有让大家失望。除了主创是新人，配角都是圈内有才的人。其中，王劲松和俞灏明是荧幕上的熟面孔，前者是徐半夏抠门的父亲徐有仁和方圆最好的朋友陈康。他也是一年能出14部作品的能人，堪称老戏骨子里的劳模。后者是偶像剧出道的演员，如今却用变态反派给大家惊喜，反差感十足。他是谁？中俞灏明饰演的赵先生，疯狂又可怜，与端木磊截然不同。现在来看古装剧，把头发梳起来，双手插兜，又是一股儒雅的气息扑面而来。王鹤棣莽撞，不用替身就能得到制片人的怒赞。周还宣布颜值出圈，获网络奶奶称号。道明寺和端木磊齐聚一聚，这部剧距离王鹤棣出道没多久。流星花园之后接触了大制作，就是为了满足节目的要求。他和其他演员在进组前先去实地体验了1个月，然后开始了为期2个月的训练。做完这些，我就进入了紧张的拍摄。由于系列中涉及战争的场面会比较多，难免会有大量的爆破场面。为了主演的安全，大部分剧组都会使用专业的替身，效果差了点，不过大概率不会出事。王鹤棣知道后，选择了1个人前去。活动现场，
剧组成员谈起他的敬业精神，眼中满是敬佩。作为川渝猴型帅哥，王鹤棣的脸完全可以换成现代大佬了，也可以融入国风神话。这次他主演的是古装剧，稚嫩的眼神和硬朗的五官碰撞在一起，他挺直了脊梁，没有退缩，颇有那个时代年轻人的气概。男主长得好看，女主周也是95花中的碧眉，从未败过，脸庞高高的皱起，杏眼少年。现在她才24岁，在演绎女主的时候，正是她清纯活力的时候。无论是剧照中乖巧的2条辫子，还是片场搞怪的拍立得，不浓妆艳抹，不装高冷，周也的笑容有着国人最喜欢的那种活力，仿佛活在那个时代。4年的等待，对于他来说，被封为网络奶奶也很不容易。好在剧快来了，期待成为佳作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